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日为了战机雷达照射事件，现在杠上了，而且各说各话。我们先来看看 NHK 哦，他揭露说哦，中间的一些细节。他说这个事件，中日的战机相距2次哦，就是2次接近，一次是距离52公里，一次是148公里哦。而且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事前没有收到通报呢，没啦，好。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有一个官方的这个账号玉渊谈天哦，他说这是日本明知演练、恶意炒作，并且中国大陆释出了最新的音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是什么。日本海上自卫队116舰，我是中国海军101舰，我编队将按计划组织舰载机飞行训练。This is China Navy Warship 101.Our formation organizes shipboard aircraft flight training as planned. Over. Chinese warship 101. This is Japan warship 116. I copy your message. 好，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公布的这个录音档显示，哦，中国大陆的演练已经告诉日本了，那日本也回应说收到了，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边还在坚持己见吗？我们看到日本呢，其实有一个内部调查，根据相关的人士透露哦，这个有关火控雷达照射的说法哦，一开始真的很肯定哦，所以他们要这个中国大陆道歉哦，或者是要他们这个给个交代。可是从昨天开始，不管是官房长官的记者会，还是自民党内部会议，语气都有所转变哦，不再具体提及雷达的型号模式，改为描述间歇性雷达照射挑衅行为。可能呢，是因为经过分析发现，照射波形未必属于开火前进一步的连续照射哦，可能不是这个锁定哦，所谓的火控啊哦，这个要按下那个按钮前面的连续照射哦，所以好像这个内部的调查有一点点往后退了。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事情的开始，就是辽宁舰在日本的这个海域附近啊，哦，做一些相关的训练。我们看到辽宁号的航机跟美日训练的海空区域重叠哦。辽宁舰在这个区域，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演训哦，宫古海峡啦，哦，等于把对手的要道堵住，比任何外交抗议都要直接的多，更能让日本体会到真正的压力。意思就是在中日，也就是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事件之后，这是刻意的一种。武力上面的一种某种程度的一个抗议跟一个宣示，所以呢，它的这个航机图大家看得很清楚，跟美日训练区重叠，补给舰加入防卫省警戒长期行动，所以意味着它要展开约莫1个月的远洋任务。而这个所谓的雷达照射机美国国务院也发声谴责了，这是第一次，不过它并没有具名就是不愿具名的发言人谴责中国大陆。那另外呢，中俄开始某种程度联手施压谁？日本啊！中俄有15架军机包围日本，小泉深夜紧急发文说，这是重大的国安忧虑，而且明确的在示威。我们看到中俄的战机是罕见的绕着日本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航机图，它是绕着日本飞。疑似对台湾有事施压这个航机图大家都会很清楚的看到。那中日现在真的是万分的紧张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媒，您也可以看到呢，看到它有这一次公布了这一次巡演2架这个俄国的轰炸机从日本海进入东海，2架中国大陆的轰炸机会合，然后双方会合之后呢，这些轰炸机在往返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的空域，还有4架中国的歼16战斗机加入编队的行动，显示中俄空军密切协同的作战或者是演练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如果你是日本，你会怕吗？可能现在日本看起来的确遭到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很害怕。那他们害怕之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先问说，你日本战斗机为何要出现？
我们已经告诉你啦，我们辽宁号要驶入这个区域，已经跟你讲了呀。那你战斗机为什么要来嘞？我们看到这个日本人是这样讲，他说你在这里，我们就会按照 SOP， 我们一定要过去就双方现在还在这个争执不下。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日本扩大军事建设，民间担忧。我们刚刚讲的日本的回应是什么？持续在做一些军事上的建设，一些小岛西南诸岛在这边做建设。那我们看到包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位先生就说，依照他们可以得到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歼15战斗机它配备最新雷达，探测距离达到170公里。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很紧张，因为自卫队的 F-15的雷达探射范围只有100公里。所以某种程度就是已经可以锁定它的作战半径是这么的高这么的覆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说的飞弹群岛，他们在加速40年来最大的军事建设。我们在大白话也帮您不断的在这个介绍你可以看到呢，包括在琉球群岛部署飞弹、雷达塔、弹药库，还有在九州部署 F-35战斗机以及远程飞弹所以像这样的军事扩大的规模，很多人就会担心，是不是军国主义要回来了？日本本来就是军国主义回来了，因为他们的团队就是军国主义者嘛，而且是极右翼的所以你看欧洲大部分的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是很喜欢跟高市早苗在一起，除了那一位意大利的法西斯的后代，因为现在目前的意大利的总理就是法西斯政党，所以他跟高市早苗会拥抱。可是你看马克龙就不愿意跟他拥抱了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在欧洲，他们对于这种极右翼的军国主义者，他们基本上来讲是不喜欢的，戒慎恐惧他们必须要交往的时候，他们是不得不交往，但是呢，个别来说，他不愿意跟你亲近。我想这是欧洲他们对于极右翼的这个目前的这种再起，他们保持的一个警惕性。例如说，对法国的国民力量党，他们警惕；对德国的选项党，他们警惕。那这个意大利已经赢了嘛？意大利法西斯已经掌握政权了，然后现在在他们 G7 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日本的极右翼，就是军国主义者，也已经掌握政权了。所以等于是 G7 的国家里面对于这些法西斯的升起是他们本身其实是有担忧的。好，我们来看到极右翼的这些军国主义者的小泉进次郎，因为他爸爸那个小泉纯一郎多次的去。到靖国神社去拜鬼嘛，这个就是小泉他爸爸干的事。那这个儿子呢，你看他多次的说谎，要不就是他们的军队有问题，要不就是这个人真的是纨绔子弟这个没有搞清楚状况。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他一直在指责中国大陆没有事先通报，结果大陆把录音公布出来了，而且日本的对方也收到了116件也收到了。那问题就在于，要不就是116件没有回报，不可能，因为基本上的我们的在军队里面这么久的，我们都知道，我接到通报了，而且它是辽宁号，是航母战斗群，航母战斗群一出来，当然舰载机就上来了嘛，所以它的演习空域早就都会公报了，都会公布。那问题就在于你的116件有没有向上回报？我估计有。那你的统裁部有没有在跟你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回报？那这个就不知道了。那这个要问你这个小泉进次郎到底能不能掌握这些军人，要不就是你这文官掌握不了军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好，第一个就是你指控对方没有通报，但是已经被证据打脸了。第二个，你指控对方用火控雷达，这被打脸打得更凶了，因为火控雷达跟不是火控雷达，这个有证据可以说话的。所以后来日本自己也悄悄的改了，不再讲说火控雷达，说是雷达照射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不是火控雷达，那这代表他们在栽赃抹黑、误导，然后造成一堆人在乱传谣言，说中国大陆用火控雷达去照他们，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好，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搞法，基本上都被打脸。最可笑的地方是在于哪里？美国的国务院竟然有发言人叫做不具名的发言人。前子你当记者那么久，你有没有碰过说有一个国务院？然后不具名的发言人，然后发言的一个东西，最后他的结论说：“我们保持密切联系。”这什么意思？我是你，美国是你日本的最坚实的盟友，
但是呢，对于这件事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针对这件事情，我们来进行密切的联系。那也就是说，我们再联络看看啊，看怎么样。没有任何谴责，也没有任何，他只是说你影响了安全，但是也不敢说我不可接受，或者是说我反对，或者是我不支持，都没有，完全没有，只说我们在保持密切联系。可是问题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国务院完蛋了，为什么？因为小泉进次郎都在说谎，然后悄悄的改变了，然后怎么办呢？那川普如果知道的话，川普会不会对你卢比奥有意见？我估计应该是卢比奥搞出来的一个鬼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军演，这个更有趣了。这次的军演，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辽宁号的走的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凹日型、U 字型了？它走的是一个 U 字型，这样子的，对不对？这样子，也就是说，它是先由北往南走，穿越宫古海峡以后，又往北走，对不对？再往北走，对，再往北走，那就是一个到鹿儿岛的外海就 U 字型，然后再往东走。那各位想，这个中俄的联合的军演也走的就是 U 字型，也就是穿越宫古海峡。是，可是他们发生的日期是在12月9号，就昨天。可是问题是在于12月9号在飞的时候呢，在那一天有2艘战舰，一艘战舰是穿越日本的大隅海峡，也就是属于四国南部的一个大隅海峡，另外一艘战舰也穿越了宫古海峡，所以这代表说，在海空军的联合作战里面，海空一体战，中俄已经形成了。这个一方面，日本的所谓的防空识别区不存在；第二个，你有没有想过？中俄的联合空中的演习，竟然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组织起来，也就是俄国的2架这个图95战略轰炸机，从日本海往南飞的时候，中国的2架这个轰6K 从东部战区起飞，跟它会合，再继续往南走的时候，4架这个歼击机就起来了。那有2架估计应该是从浙江省起飞的，另外2架很有可能是从福建省起飞的，来去进行伴飞。这代表美国的给日本画的所谓的第一岛链，其实根本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个岛链早就破了。这也就是证明了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讲的，根本已经没有第一岛链，连第2岛链其实都是存疑的。一般来讲，都认为美国退回了第3岛链了。是，来，请教将军。我觉得昨天这个中日之间，互相互控飞机雷达互相照射这件事情，现在随着资讯慢慢越来越清楚，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日本在这个挑衅，就没想到一头撞到铁板上面，然后满头鼻青脸肿的，灰头土脸的，所以日本才开口气哈。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分析，我们现在来讲，按照力空实来跟各位做报告。力是什么呢？就双方的战机嘛，战力嘛。空是什么？空间嘛，彼此的距离。实是时间，在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时间序下来的话，大家就很清楚。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下午2点10分的时候，这个辽宁舰第一次就是通报，他用那个全世界通用的一个频道跟这个周边的所有的舰艇、所有国家都听到，说我现在要开始这边做舰载机的训练这个你们不要来干扰。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在辽宁舰舰长觉得说，光这样通报还不够，我要很明确指出我在什么地方，所以他特别讲说是我在从下午3点钟开始，然后这个演习的一直到持续6个钟头，演习区域在我航空母舰的南边，那讲得够清楚吧？时间地点都跟你们讲。好，这个是2点28分，结果没想到他3点钟开始这个做舰载机起飞的训练的时候，那日本第一次 F-15接的这款战机来这个抵近侦察来做挑衅是什么时间呢？它的时间讲的是当天下午4点32分到35分，这是很明确的时间。也就是说，人家3点钟在那边，这已经跟你讲了，说我3点钟开始练习，那你4点半你来干嘛？就很明显是在挑衅。那我相信这一组。因为它一定是不是只有1架，一定是2架主机跟僚机，这2架过来的时候，一定有几个这种挑衅的动作，譬如说它改变它的航向它改变它的高度，或者它速度突然变快，
极可能会不会做俯冲攻击类似做出这种挑衅性的这种战术动作。那他做这种动作的时候，这距离有多远呢？我们按照现在所知道的距离52公里，那就距离辽宁舰很近哦。如果这时候辽宁舰没有任何安全反应来讲的话，可能就很糟糕。所以我们看到辽宁舰在这个时候立刻赶快紧急起飞哦，这个战机对他做雷达的照射，警告他说我已经知道你了，你不要再过来，距离52公里。结果第二次来讲的话更有趣哈，是什么时候？就这个日本这个还不知道危险，自己在6点37分的时候还过来，一直到7点08分哈，第二批的架次又过来，这次解放军就不让了哈，因为我已经有警戒，我知道你会来挑衅我，所以第二次来讲，他在距离多远就开始用雷达对他照射，在148公里哈。那为什么我说日本是碰了一鼻子灰哈，这个灰头土脸的回去？因为你后面有讲，他们彼此的雷达性能是不一样，解放军距离来讲170公里之外，我就已经看到你了，我就对你雷达照射。但是日本的距离只有100公里，也就是说，我如果说双方来讲要这个战斗来讲的话，那解放军的导弹可以轻而易举击到你，就霹雳15导弹。但是日军的 F-15接的飞机可能打不到你，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出来，日本这次来讲可以说灰头土脸。是，来彬哥，我觉得日本这一次其实就是一个碰瓷作战，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借由派野战机去接近大陆的航母舰队，然后双方之间发生这样的冲突之后，看是不是能够转而引起欧美，包括美国在内的注意，然后选择站在他们这一边。因为整个中日冲突发生之后，对日本对高市早苗来讲一直非常忧虑的是什么？就是美国没有很明确的表态支持他，所以这个对日本上下来讲是感到非常非常担忧的。比如说最近玉木雄一郎就问这个高市早苗说，那你是不是应该要赶在明年4月川习会之前赶快跟川普先见上一面？所以高市早苗也说，对啊，我希望能够除了电话之外，要赶快能够找一个时机，要尽快跟川普见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了解川普到底现在对日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因为从中日冲突发生到现在1个多月，川普除了打那一通电话之外，就没有做其他任何反应，美国也是异常的沉默。结果呢，他们这次碰瓷有没有结果？有了，换来国务院这个不具名发言人的一个谴责，其实也不算谴责，这个就是一个表态，但是又是一个相对模糊的表态。也就是说，日本是我的盟友，我再重申一次哦，好了，大家不要搞太危险了哈，就这样算了，就这样。所以显然不是高市早苗想要的回应。高市早苗期望的是美国要一个相对强硬的回应，应该是要主动警告中国大陆，你不能再做这种事情，日本是我的盟友。可是显然没有到这种强度，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就是那你要继续碰瓷吗？你看，中国大陆做这些东西是有步骤的哦。我派我的这个辽宁号去这边做演习的同时，我再跟俄罗斯这边联系，我们再来一个战略轰炸机的联合演训。其实在告诉日本什么事情？我跟俄罗斯随时有可能攻击你的本土，而且你可能是来不及反应的。那实际上这次派去的歼15，虽然它以更长的距离锁定了这个 F-15J， 可是呢，请注意，他们派去的不是最新型的歼15T 哦，他们派去的是还是用这个机扫雷达的这个早期型号的歼15。一方面是怕就是一些参数被你获得，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虽然这是15年前的东西，你要知道 F-15J 是35年前的东西，所以科技上还是有差距，所以它还是比你提早锁定它。如果它是用相位阵列雷达的话，你可能知道都不会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警告日本。那日本如果还持续要这样子采取这样对抗冲突的话，那我想中国大陆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是高市早苗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高市早苗在当支部代表的时候，就地方的这个党部的代表的时候呢，曾经违规收这个捐款。这个超过企业捐款的上限，所以呢，他说已经把超出上限的部分退还，可是他还是必须要道歉，因为违法了嘛。
我们看到现在中日的关系真的是恶化到了极点，而且冲击到了日本的经济，所以高市说会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并且再度表达希望跟中国协商这样的意愿。可是根据日本的每日新闻的报道说，看不出高市有任何反省的意思。王毅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直接批评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根据分析，这是非常强烈的外交用语这是发生在1979年，中共发动中越汴京战争，当年2月的《人民日报》就发表过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长篇通讯所以看起来王毅是做了一个非常强度很高的一个抗议跟表达。那高市这个台湾有事的答辩引发了习近平的愤怒。日经的报道是这样子，他说甲午战争的记忆牵动敏感神经，因为习近平认为台湾问题起源于甲午战争所以我们可以回到2018年，那个时候习近平曾经造访甲午战争全军覆没的清朝北洋水师司令部所在地刘公岛他刻意造访这个屈辱之地。新华社就报道了，说他强调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可以说从这个上到下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他们要硬杠到底。那我们看到呢，高市当然他的回应非常重要，可是现在是不是他又去某种程度挑衅另外一个国家呢？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说独岛属日南韩就跳起来了，南韩很生气呀，因为大家知道日本跟南韩为了独岛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权争议也真的超久的所以呢，这个微博跟百度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网友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可是中日关系紧张，美国却默不作声，这到底是为哪桩呢？美国的前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就说，美国应该会确保局势不失控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失控吗？所以美国不出声吗？不过这一位智库的这个资深研究员就讲说，根据美国新版的安全战略可以观察到，现在呢对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所谓大国竞争了，它现在是聚焦华府跟北京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他现在没有要跟你争什么 G2 谁高谁低，他比较重要的是经济这件事情作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目标。那当然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战略的安全战略，新版的安全战略的白皮书这个我们看到的是 NSS 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解读，那也很重要，这个传达了川普的想法，尤其是对中国大陆。那我们看到呢，现在川普的最重要任务难道是一定要确保4月份明年顺利访华吗？而且呢，他念之在兹的可能就是做生意，要向中国卖些 AI 晶片吗？可是川普是怎么想的？美国政策现在又某种程度大转弯，过去说不可以把高阶晶片卖给中国，现在呢H200 这个辉达的 H200现在要放行了吗？所以呢，对中鹰派，美国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派别嘛，他就是这个就很生气，说你这样做的话全世界都会后悔。前陆军副部长，这是美国前陆军副部长卡森就说，中国开始向其军队提供美国晶片打造的 AI 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后悔这个决定。那这个 H200为什么川普会突然解禁呢？原来有一些内幕的报道是这样讲的，说白宫惊觉华为的 AI 系统已经追上辉达了还有这个震撼，什么震撼呢？就是他们最新型的这个架构跟他们的这个 Blackwell 这个已经很像了，表现的几乎是差不多了所以美国呢，他们有一个新的评估，认为到2026年，华为每一年可以生产数百万颗升腾的910C 加速器所以呢他们原来预估是只能生产20万颗，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判断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他们干脆放行 H200川普开放辉达 H200 卖给中国，中国的外交部听到了冷回说知道了，什么意思？知道了好，来老师，我们先谈一下高市早苗他惹完中国大陆以后还不够还要再去惹一下韩国，而李在明是很愿意跟日本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个跟李在明当时在选举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是尹锡悦尹锡悦为了要讨好美国，所以他也就放弃了跟日本之间过去的历史恩怨他对于他们的慰安妇被欺负就算了，
然后对于他们的奴工，在这个日本殖民时代的时候，被强迫到岛里面去当奴工，还拍成电影的啊，那他也就都算了。然后对于日韩的争议，他都睁一眼闭一眼，说我好喜欢吃日本的蛋包饭的这样的一个尹锡悦，现在已经因为叛国罪啊，那么进入了这个监狱，他的太太也因为收贿也进入了监狱。是，好，李在明赢了这个选举，他原来是反对尹锡悦的，但是他看起来有部分的承袭了尹锡悦的政策，他也要继续改善跟日本的关系，所以原本计划是1月份到奈良，也就是高市的故乡，到奈良去跟日本首相要会面。那你想特别选择对方的故乡，那就是很讨好的意思嘛。结果你讨好的结果是被人家羞辱，说这个独岛是我们的。那现在独岛控制在谁手中呢？控制在韩国人手中。是韩国人在上面有驻军，有一些基础建设。结果你高市早苗你就回避这个问题嘛。结果你一定要挑这个问题，就代表什么？他眼中根本没有韩国在内。那这个李在明1月下个月就到了，1月还去不去？大陆也在看，说哦，原来羞辱你都可以得到这个结果，是你还是会去讨好。那对于这个国家也不用太尊重了。我想这个是现在考验的李在明的一个做法。好，另外王毅已经放出口头上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了，因为您刚提到了，就是《人民日报》在1979年2月份由文字上社论登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这个是书面的，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在过去中国人在作战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正义之战嘛，我们想战争一定要有个正义之战，也就是要有檄文。那这篇文章就相当于檄文，就相当于檄文，相当于檄文，也就是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你这个越南已经欺负太过了，我忍无可忍了，然后我放出这一篇檄文出来了以后，其实当时大陆的领导人有打电话跟这个美国的总统有跟他通报，那美国的总统是也知道了也并不反对，那这场战争就发生了。那现在王毅已经在德国的外长，这位外长当初也是因为对台湾要指指点点的，要介入台湾的事情，被人家说你不用来了，那是10月份的事情。现在好不容易求得来到中国的时候呢，王毅就告诉这位德国的外长，把历史事情、把法律的台湾的归属问题讲得明明白白。是，但是就在会谈的时候讲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口头上的一个警告。是，如果日本继续挑衅，文字上一出来的时候，我想那这是爆发两边冲突的几率就往上升高了。我觉得日本自己要想清楚还有康达，其实我们已经不用太注意到他讲话了。因为特朗普的团队不会理会前朝的那些官员讲的话，其实坦白说，我也觉得绿色的媒体也不用登他的，因为你登他，你只是一个阿 Q。为什么？因为赫格塞斯是现任的国防部部长，他的讲话就很明白，是他说中国大陆很强大了，美国人赢不了他的，所以不能再对抗了，必须要尊重他，要尊敬他，不尊敬才是愚蠢。愚蠢哦！来请教彬哥。对我觉得大陆这一个讲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日本这边要小心谨慎。因为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谈到大陆的时候，都会去查他之前讲过什么，这一次讲了什么？对，因为他们是有这样的习惯，因为大陆是不管在外交或内部，他们都有这个惯例，他们的步骤都是我先发出什么样一个言论之后。然后，如果再没有反应的话，我接下来就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是有一个惯性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当王毅讲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高市早苗最好不要等闲视之。这个恐怕意味着，如果高市早苗继续不退让的话，可能会有更激烈的事情出现。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东亚都不会是件好事，所以高市真的自己要小心谨慎。可是问题是，高市现在显然并不死心。因为我觉得他超级奇怪的，也就是你就算是个军国主义者，你也应该知道不应该把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吧。你现在其实已经被孤立了，你最依赖的美国并没有很明确的表态支持你，中俄现在正在夹击你。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最应该找谁协助你？除了台湾之外，你最应该找韩国协助你啊！你至少韩国就算没有明面协助你，至少你不会希望他投向你的对手这边去嘛？结果他居然在这时候去提独岛问题，我觉得这个人脑袋到底是装什么？我真是觉得很奇怪。这个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对，我知道他不是主动提，是议员询问的时候，他答询的过程。可是这个时候你应该想办法淡化低调这件事情，而不是就他们说，那个就是我们的岛啊，那个是我们的，没有主权，没有什么争辩问题，就回避一下就好了。对啊，你应该采取回避的策略，可是他没有。这个可能对某一些日本的支持者听起来是很爽，对。可是问题是，这只会让他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坏。那这对现在的日本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这个判断力实在是有点问题。可能对他自己的民调会有好处。但是那只是一时的啊，那只是一时啊。这个民调能撑多久？2天。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跟韩国之间的情况越来越坏，你怎么去招架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当然，美国有一派学者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说，跟中国大陆很危险啊，很可怕，你要小心谨慎啊。那可是问题是，川普已经摆了明啊，我已经试过了，我压不住中国大陆嘛。那现在我认为美国最好的跟中国大陆相处方式，就是我们竞争也合作，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川普在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啊。那至于 H200，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第一个 Blackwell 才是美国现在最先进的晶片，第二个，你以为川普后来为什么会同意放 H200？是因为森腾他们根据估算已经快要追上 H200了，他才放的。所以这个真的会改变大局吗？不会的，反而是美国想要拖迟中国发展的一个策略而已。可是中国也不见得会买啊，现在看起来是这样。黄仁勋都很担心他不见得会买，因为有可能中国就不买，你卖，可是我不买啊，这也是有可能的。是，我觉得这个 H200的这种算力是原来 H20的6倍，讲起来应该算是很好的晶片。那昨天刚开始宣布的时候，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当然有助于它 AI 后续的这种发展。但是没想到中国居然又冷回，那我认为说中国应该是不会买的啦。为什么不会买？有3个理由哈。第一个理由就是说，中国自己大概已经做到这个它的生成效能来讲的话，不会比 H200要差哈。现在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不需要一定要依靠你 H200。那第二个理由，我认为说是因为中国那时候被这个美国卡脖子，我们讲说小院高墙嘛，在科技方面你一直不停的卡原来从 H100要跟你买，你不肯卖，只能用降规的 H20，降规20你还拿翘，在这种状况下，逼着中国自己必须要研发，自己要生产。那第二个来讲，第二个理由，我就认为中国的产能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在看到，就我们这个电视墙上面写的中国来讲，在2026年生成的晶片可以生产到100万颗以上，那跟今年来讲20万颗。那试问一下，当中国我可以生产，我自己的企业可以生产到100万颗，那如果说这时候让中国的企业去买美国的 H200的话，那生产这些晶片要卖给谁？就没有人要卖啊，就没有人要买啊。所以中国宁可说是扶植自己的产业，我就叫中国的企业自己去买自己的这种生成的910C 的晶片，因为已经做出来，我当然要买啊。但是我给你的补助，可能你的这个电力可能会比较耗电，那我电力来讲给你减半的补助这是中国的政策。我觉得第3个理由是最严重的，就中国要断奶了。这断奶就是说，如果说以后来讲，我每次来讲都要你美国动不动就卡我脖子，我现在继续用你 H200，那以后是不是我养成的习惯依赖你，我自己的产业没办法扶植起来？那以后来讲，你任何晶片，不管是未来的 Blackwell 干嘛，等到你下一个阶段新的晶片出来以后，你把旧的规格再才让给我，我永远退后你一步。这就是这个黄仁勋最担心的一件事情。他现在卖就是很明显，他讲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个一定要为他好，让他没有机会可以赶上我们，因为他养成习惯，就像是我不能讲说是类似欺压骗了就养成习惯。那我觉得中国这次狠下决心来，他就是要断奶，他准备在 AI 科技产业发展自己的产业发展出来以后，他将来就不依靠你美国，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不管是在科技方面来讲，中国方方面面小院高墙这个政策，我觉得中国这时候很明显的，他这次
200，我认为他就不会买了，他只会扶持自己的这种科技产业。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哦，泰国跟柬埔寨现在又打了起来，在边境上有一个冲突哦，这是8号开始打到现在10号了。泰国的军队指控柬国的军队发射了5000枚的火箭炮，并且还袭击平民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泰国空军也出动了，他发动超过20次的 F-16空袭行动，打击柬埔寨的南部。那当然双方都有死伤，柬埔寨的这个损伤比较重哦，至少有4名高阶的军官战死了，而且双方都说你炮击我的平民区。我们看到在泰柬边境至少有40万人被迫撤离。那当然打仗不好，现在已经进入第3天了，交火。中国大陆说话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希望双方都可以保持克制哦，不要再进一步的冲突，并且希望所有的中国公民尽量避免前往这个边境的冲突地区。可是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2个月前呐，这2国也有开火呢。哦，川普那个时候调停啊，哦，那调停完了之后，不到2个月，怎么又打起来了呢？是在打脸川普吗？现在有最新的消息说，礼拜2，也就是今天哦，美国时间，川普要出手了。那怎么出手？用关税来逼迫两边停战吗？我们看到泰国不买单哦，泰国的外交部长说哈，关税是关税，这个2者不能混淆哦。看起来这个要打下去的这个几率比较大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南美洲的状况，川普对委内瑞拉施压哦，已经进入了好几个月啊，时间很长。那现在有进一步的动作，我们看到空域啊 ，F-18战机深入委内瑞拉湾停留40分钟，所以美国的施压大升级。如果你是委内瑞拉，你会怎么办？你看到呢，包括这个超级大黄蜂的战机直接飞入美国的他们的这个中央哦，在上空盘旋超过40分钟，还有2架的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也在委内瑞拉湾北方紧邻的加勒比海上空盘旋。另外，海神无人侦察机也一样哦，就在这个地方执行任务，所以双重的压迫。这一次的飞行任务显示，川普数月来对马杜洛的极限施压行动有了更加的升级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战事是不是一触即发？包括委内瑞拉自己就说，大家要小心啊，美国可能要复辟门罗主义，这是美国的外长希尔说的。他说，过去美国其实门罗主义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孤立主义，不管欧洲大陆的事。可是如果美洲有事他们就会起来做某种程度的军事上面的一个反击。所以他是不是想把整个美洲置于美国全面统治之下呢？中南美洲不再是美国的后院，是他的统治者的他的统治的区域吗？巴西就示警了，如果美军敢攻委内瑞拉，会引爆南美版的越战哦，到时候烽火连天哦，会变成第2场的越战。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的情况。现在这个和平的协议，到底乌克兰要不要接受呢？川普说，欧洲是一群软弱者领导的国家，泽伦斯基应该要把握时间，赶快止损这个是他接受 Politico 的采访的时候讲的。那希望泽伦斯基要认真面对谈判，开始接受一些事实。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28点合约里面条件有一个条件是乌克兰要有一个选举90天内要有一个大选泽伦斯基是这样讲，他说如果可以确保安全的话，我可以办选举3个月之内。那泽伦斯基呢打算12月10号就是在圣诞节前，据说川普一直不断的 push 他说你要赶快把你的方案提出来这个要告诉大家到底你要什么，我要什么，然后让战争落幕。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它的关税工具效果越来越差了现在泰柬的冲突在扩大，这代表他之前的调停用关税的方式来压迫，然后说要介入调停失败了。那现在战火扩大以后，美国还有没有能力介入？这个也考验美国。如果美国真的没有能力介入相当有可能就是中国大陆全部介入了。那如果中国大陆全部介入的话，那这整个中南半岛大概就是大陆的天下了那美国就是要被排除在外了我想这是中国大陆现在也就是先让你玩嘛。那如果你美国真的不行的话，那就我来咯。那我来了就不要再讲话了那就由中国大陆处理。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就会产生变化，就好像缅甸现在基本上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影响力，
的一个地区了啊。美国对于缅甸的影响力已经几乎都退出来了，英国也不再存在了。好，那另外委内瑞拉现在对于川普来讲已经陷入一个有点困难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原本他认为我大军压境，那你马杜罗就应该要害怕，知难而退，知难而退。然后上礼拜的时候，他还说，如果你愿意卸任下来，我保你跟你家人的平安。那马杜罗又开出他的条件说，那我要保全球的平安，也就所有的全球平安是说，不能够只是我在你美国保平安，而是或者是我在第三方保平安，我要全球都不能够对我通缉，也不能对我起诉。第一个，第二个，我要保有军队，军队属于我，总统可以给别人啊。那第三个，我的整个派系，我的整个力量都要保他们的平安。那这个川普是觉得说这个我做不到啊，军队在你手中，那我要委内瑞拉干嘛呢？那不可能，不可能。你看他现在又在继续施压，继续施压的情形就是看马杜罗会不会害怕。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在打心理战。这个心理战如果马杜罗不怕，那因为现在川普的难处是在于欧盟不挺他，所以是他自己要面对。可是问题是，中美洲跟南美洲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经开始慢慢的站在委内瑞拉这边了，可是他们也都在做心理战，目前都是嘴巴喊。为什么？我很难想象拉丁美洲的民族可以打一场越战，这个跟有意识形态，例如说。我们都知道北越当时就共产主义国家，他们是有理念的，有理念的亚洲民族，它是比较韧性，作战韧性是比较长的。所以你看，中国人可以打8年的抗战，我们不会投降；越南人可以跟你美国纠缠10几20年，不会投降。那请问一下，你今天面对的拉丁民族，我还没看过有个拉丁民族可以纠缠个5年10年的，这个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可是如果这个川普的这个战一旦出手，然后没有很短的时间内把马杜罗抓到瓦解他的政权，而卷入这场战争，美国的军人开始卷入了以后，开始有伤亡出现，平民百姓的伤亡如果出现越来越大的话，这个对美国在国际间，在中美洲跟南美洲的形象会很差，而且美国会陷入国际间的谴责跟孤立。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于美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最后要谈的就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目前面对一个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就是川普跟普丁想在一块，他们想在一块就是一定要割地才能求和，你不割地不行，但是泽连斯基他没有办法割地，没办法割地。现在川普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好，那你没办法割地，你不愿意求和，那可以你下台，那下台的方法，我让你和平的下台，那就是举行改选，那今天泽连斯基也公布了，说他愿意在90天内举行改选，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要保障到每一位战士的安全都能够公平，都能够投票。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泽连斯基在玩文字游戏。为什么？请问前线的战士如何投票？他当初2023年，当时就美国的参议员就要求他要举行改选，他说可以啊，改选我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钱你付，就是美国人付办选举的钱美国人付，第二个就是选票要送到每一个战士，要他能够进来投票。你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事嘛。现在他又重蹈，又用同样的手法，所以他根本不想下台，所以他拒绝下台。他拒绝下台。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来请教将军。我觉得泰国跟柬埔寨这次的军事冲突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就散了。我们都知道，才2个月之前，然后在东协的协调还有川普的努力之下，双方好不容易签了停战的协议，但是没想到事隔2个月就打起来。这时候双方都放下狠话，我觉得这场战役来讲，很可能泰国来讲会将柬埔寨打残，打到他没有彻底将他以后没有机会在这方面在军事上面再做挑衅。所以我认为泰国这次直接动用了空军 F-16。那柬埔寨来讲，军力比泰国要差一截
后续来讲，我认为说泰国这次可能不会轻易的接受这个停战，可能会将柬埔寨打到他这个没有能力，以后没有能力在这边再做兴事闹事了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委内瑞拉，我用一个形容词，大家就可以知道委内瑞拉现在这种情形。第一个来讲的话，这个川普要不然采取斩首行动，直接检举马杜罗。可是现在感觉上面马杜罗他应该做好万全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大军进去的话，我将它形容，你认为这个拳头打下去是打在红蚂蚁窝还是打在蟑螂群里面？打在红蚂蚁窝你会被蛰得满手都痛嘛？你可能会打死几只蚂蚁，可是你手会被蛰得很痛。但是你打到蟑螂里面，那个蟑螂立刻就四散了哈，就连乌合之众就四散跑开了。我认为说是，如果说是美军平壤以美军他现在的战力，若要打委内瑞拉哈，等于说打一群乌合之众，那确实会得到它效果。可是问题是说，后续来讲，你的外交，你对南美洲的外交上面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反而是川普自己要考虑的事情。之所以说最后我讲一下，我认为说是泽伦斯基现在真的是没有牌可以打，因为我们昨天看到哈，这个川普已经将他原来28点协议分为3块，第一块就是怎么样，你逼你乌克兰来接受所谓的和平协议。停战的协议。第二个来讲的话，是这个美国自己本身来讲，它后续战后重建的要求。第三个就欧洲来讲，后续的安全，我认为现在欧洲乌克兰跟川普3个人想的方法不一样。这场战争现在乌克兰泽伦斯基想的是他怎么样能够活下去，不要被掉路灯哈。这个欧洲想的是说，如果说乌克兰没有这块盾牌，没有这块人肉盾牌来讲，他自己怎么去面对后续来讲俄罗斯的威胁？那川普来讲，他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他当初投下去的3500亿美元怎么样回收？所以各自的算法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后续很可能川普这个一定会逼着泽伦斯基接受他的所提的各项的条件，因为泽伦斯基他的办公室主任已经被这个所谓的以贪腐的名义已经被法办了嘛？那你认为泽伦斯基会都干净了吗？当这些东西都出来以后，我觉得泽伦斯基会被迫下台。好，我们进下广告。好，泰国跟柬埔寨又打起来，这一次为了什么呢？来请教彬哥。还是老问题没有解决嘛？那本来就是一个危险平衡，当时是这个各方的势力这样硬压下去，那现在重新再来一次。那我个人是认为应该不会扩及到变成全面战争啊，两国都还没有做这样的准备，可是大概会持续一小段时间，然后再慢慢下去。所以还好，你看诺贝尔和平奖没有颁给川普是正确的吧？调停没有成功。对啊，因为马上就打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恐怖平衡而已。他们未来恐怕还是会为这个问题不断的这样争执下去，这个基本上无解。领土的问题有时候就是这么难解决。所以而且以这两个国家来讲，为什么他们边境会起冲突？因为这两国现在的状况都不是很好。当你内政的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就会从外部寻找敌人，才转移内部的目标。这是很正常的，川普也是一样啊，因为川普现在非常需要一个伟大的胜利，所以他就把这个目标锁定在马杜罗身上，想说从他身上我再来个极限施压，我直线施压压不了中国大陆，我就不信压不了你马杜罗，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去压他，可是他已经压了好几个月了，现在马杜罗现在还撑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南美洲这些国家虽然你说巴西啊什么在警告这些东西。可是这一些国家其实跟欧盟基本上是类似的，也就是出一张嘴，他们也不会真的对美国采取什么行动，大家就是看而已，了不起谴责几句就算了。所以马杜罗还是自己要去面对。现在马杜罗真正最大的支持者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一直在帮他。那可是毕竟鞭长莫及啊，普丁的能力也有限，能够帮他帮到哪里去，这个就很难说了，也要看马杜罗的抗压性。马杜罗个人的抗压性是很高，可是他的团队的抗压性有多大？这个就是问题，因为马杜罗已经这样子搞了10几年了，所以他是可以的，但别人不知道。但是乌克兰现在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泽连斯基就说没关系，你要我重选没关系啊，只要你保证我安全，保证他不会射飞弹，我就重选。这就故意的嘛，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因为他知道美国不会做这种保证嘛。